狙击手叶松，你好大的胆子！我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顶流艺人，你说挖墙脚就挖墙脚？叶总，你也算是半个娱乐圈的人，应该知道娱乐圈的规矩，不带这么玩的吧？娱乐圈什么规矩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叶松的规矩。那你说说，你是什么规矩啊？我要人，你给我，这就是我的规矩。叶松，做人要知道深浅，凡事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别太过分了。如果只是一个普通的艺人，那我高声送给你又怎样？但宋思晴是辉煌传媒的摇钱树之一，你连他的主意也敢打？你还知道宋思晴是辉煌传媒的摇钱树？憋了这么多年，你终于憋不住了是吗？还是说，相比起年轻的时候，现在的宋思晴才更有味道？你什么意思？我什么意思啊？你比我清楚。高声，别告诉我，宋思晴所有的网上舆论，包括宋思晴的父亲宋建中他们出现在这里，跟你没有关系。和我有没有关系？你管得了？我自然管不了，但宋思晴这个人我保定了，你也是堂堂一个身价100亿的老总，在娱乐圈享尽为民，要什么样的女人得不到？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用宋建中他们逼迫宋思晴就范，亏你能想出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娱乐圈的水就是这么浑，比这更下三滥的还有的是呢。他宋思晴想吃这碗饭，就应该做好这种心理准备，装什么贞洁烈女啊？还有，我不管你叶松在山青是有多么大的威风，总之绅士这里是我高升的地盘，你要真在绅士出现什么意外，就凭你带来的那几个保镖是没用的。上一个对我这样说的，坟头草已经3尺高了。开始吧。狙击手叶松，你好大的胆子！老郑，你说叶哥让我们这么做是不是多余了？直接用狙击枪打一下吓唬吓唬不就完事了？用这个激光笔干啥？你是不是忘记这是花活了？狙击枪能随便用。还有叶老弟说了，他不想在这个人身上浪费时间，偶尔用一下下三滥手段也是不错的。当初科华刚才的倒台，还有陆氏国际的崩塌，你是否都这样威胁过对方？还真没有，邹兆华和陆朝风两人根本没有那个资格让我以这种方式来威胁他们。当然，我也觉得以他们那丧尽天良的德行，在牢里待一辈子，比直接弄死他们来的更爽。叶董，让宋思晴来解约吧。来到1楼大厅，叶松直接被宋建中等人叫住。叶松，你完了我闺女，这事儿绝对没完。你们以为你们搞这点小伎俩，打着孝道的名头，就可以威胁到我，威胁到宋思晴了，就可以让他给你们钱，甚至直接把他给毁了？你给我站住！姓叶的，你别嚣张，我们这次只是来找我闺女的公司，等这边处理完了，我们就直接去山青市找你，去你的公司找你，到时候我看你怎么面对你的老婆，还有你那些员工。你试试，在这里你们还能安然无恙的住着，可要是到了山青，到了我的公司，我可就没有辉煌传媒这种好脾气了。老叶，傅一山和王静安都到了，怎么安排？今晚8点老地方，记着叫上强子和海滨。同济会的成立准备都到位了吗？咱们就不费口舌了，一次个看看有没有问题，没的话就依着这个来。说着，傅一山拿出准备好的文件夹，直接推到了叶松身前。叶松拿起翻了开来，里面赫然是同济会那条条框框的规章制度，还有成员等级框架以及发展规划，可谓是事无巨细到了极点。几人没再出声打扰叶松，就这么让他安静的看了起来。不得不说，专业事还得由专业人来，像这种事还真就得需要几位大少来。意思是没毛病了。燕京、魔都、岭南3位天字号大少，再加上海滨那缜密的心思，联袂共同勾勒出来的框架，我自始至终都不认为会存在缺陷。这些都没问题了，总部呢？是不是得弄个总部才行？我在燕京有一处4合院，而且当初也是基于集休闲跟办公于一体去进行装修打造的，可以派上用场。地处燕京5环，环境可以，也不扎眼。那就依王大少说的来吧，既然一切都已经就绪，那就开始发展成员吧。有劳几位了。你是不是也准备在海外发展同济会？对，计划之中，不过海外那边不着急。恕我直言，基于国内的成员框架，我并不认为你将同济会延伸到海外是个好的选择。相反，这极有可能是玩火，因为这在某种程度上会是一道红线。如果不牵扯到政客，还会是红线吗？什么意思？意思就是同济会在海外不吸纳任何政客，只发展商界人员，主打就是一个资本团体。海外世界大多是资本当道，只要有足够的资本力量，那就够用了。而且海外同济会跟国内的同济会不会一体化，彼此会分割开来的，除非在必要时候都不会有太多交集。为此，到时海外那边也不会用同济会这3个字。你是打算让 UR 集团的哈利凯恩来当代言人？对。所以你是早就有这种想法，并且基于自己的这一想法计划去扶持的哈利凯恩？想法跟计划是早就有了，但是对哈利凯恩的帮助更多是出于友谊吧。最重要的是，抛开我起初时的想法跟计划，哈利凯恩的为人也值得我去推他一把。最后一个问题，
U2集团在欧洲能源期货市场上的那场世纪抄底，包括 U2集团突然全面撤销原本在欧洲能源期货市场上建的巨额空单，幕后之人是你吗？一旁的傅一山闻言神色突变，猛然领座的双眼中绽出了不敢置信的惊震来。U2集团在欧洲能源期货市场上的世纪抄底早已是人尽皆知了，光是在华国就上了多次热搜。原本在欧洲能源巨头行列中垫底的 U2集团，更是凭借着那场世纪抄底，如今已然成了欧洲能源的龙头霸主，独一档的巨无霸。然而，若说这一切的幕后军师是叶松的话，是不是太过于疯狂，太过于匪夷所思了？还有 U2集团的老凯恩又得对叶松信任到什么程度，才会赌上整个 U2集团，才会赌上整个家族，甚至是自己的人生？重要吗？说重要也重要，说不重要也不重要。如果说 U2集团那株世纪抄底的幕后之人是你，那就代表着你早就把相对应的国际形势给看透了，代表着你提前就预判到了欧美那边针对于毛子之间的战争会发动什么手段，同时也精准预判到了毛子会在欧美联盟的手段下会做出什么反应。这一点，我相信换作是紫禁智囊团都好，且不说他们能不能预判的这么精准，就算他们预判到，也不敢笃定。所以，若说 U2集团那株世纪抄底的幕后之人真是你，那么日后无论你做任何决定，无论再怎么疯狂，再怎么不可理喻的决定都好，我都不会再提出半句异议。如果不是我呢？如果不是你，那我想我可能会有所失望，因为我觉得是你。那为了不让你失望，我想我还是承认的了。没错，你猜对了，是我。还真的是你？不是，你是怎么做到能让 UR 集团跟老凯恩做出这种豪赌的？如果赌输了，恐怕 UR 集团就得走向破产。如果我让 U2集团跟老凯恩能看到70%胜算，你说他们敢不敢赌？是，输了大概率会被打入深渊，甚至是万劫不复的那种。但是如果赌赢了，那就成为欧洲的能源霸主，并且获得了数十倍的收割，建立在70%胜算下，面对千载难逢的机遇，换你赌吗？我只能说老凯恩是个疯子，你究竟是什么仙神妖魔啊？你可以把我视为天选之人。对了，江东林已经在山青了，你打算什么时候找他？江东林何方神圣来着？王静安跟李海滨还有叶成英也是做出一脸好奇状来，显然对于江东林这个名字他们是没有任何印象的。不过那也是一届魔都浦东副区长，不为这些个顶级大少们所知也是再正常不过了。咱们魔都浦东的副区长？啥玩意？副区长不是叶哥，你要去跟浦东的副区长见面，而且听傅大少那意思，还是叶哥你主动的，这什么情况？张强一脸懵逼的脱口而出，就叶松现在的段位，真要会面的话，不得是魔都之主这种级别的吗？区一届浦东副区长，这有啥好见的？不只是张强蒙圈，其余几人也都一样一头雾水。没什么情况，就是偶然机会听说那么个人，然后对他产生了兴趣，才想让傅大少找机会带他来一趟山青见一见，了解了解而已。叶哥，你是打算扶持他？如果你有这个打算的话，我可以加快活动，让他能合情合理的在最快的时间完成晋升。我不是想扶持他，我是想撮合他跟林夕，是想让他成为林家女婿。你们想多了，扶持那一套不是我该搞的事。那叶哥你的意思？就是纯粹的想认识一下他而已。出身寒门，能在这种年纪清清白白的走到如此高度，该说不说，我还是很佩服的。话罢，似是不想几人再继续就江东林的话题说下去。叶松话锋一转，朝傅一山道：“明晚吧，明晚约他到白天鹅喝餐夜茶。”行，回头我跟他说一声。不过老叶，要跟他交底吗？要让他知道是你约的他吗？不用，暂且留个悬念。又一个祖坟冒青烟的。哎，不是，看我干嘛呀？我没说错啊。就算叶哥没想着介入进去对他做以扶持，只要他能跟叶哥沾上关系，前路不就是一片坦途了吗？多的不说，就说傅大少，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难不成傅大少少得了对他伸出援手了吗？叶松闻言无奈失笑，如果让这厮知道江东林在前世会登顶庙堂之巅，怕是绝对不会如此说话了。然而张强在这种话题上似是有隐士的，继续道：“还有啊，就叶哥在老林家的身份，一旦老林家知道叶哥赏识这么一号人，林家又少得了在暗中推一把吧。所以在叶松赏识对方的背景下，那位副区长必然也会进入林家视线中。再说寒门出身能在如此年纪清清白白的爬到这个位置，放眼神州都是凤毛麟角，林家又岂能不稀罕这种宝贝疙瘩啊？傅大少，估计那位副区长是进不了你老傅家的阵营了。能不能别逼逼了？你知道我为什么会那么讨厌他了吧？确实，嘴太贱，不是一般的贱。说到祖坟冒青烟，冒得最旺的当属你家祖坟，如果不是遇上你的叶哥，就你这样似的，怕是得被玩残。”殊不知张强完全不在意，一副缺心眼的姿态，乐呵道：“傅大少，瞧你这话说的，我从来都没否认我家祖坟的青烟冒得旺啊。还有啊，我得纠正你后面说的那一句，什么叫如果不是遇上叶哥，就我那样似的得被玩残了？如果没遇上叶哥，如果没有叶哥帮我兜着，我敢这样似的吗？真是的。”侧那，这他娘的究竟是什么奇葩？这种货色又是怎么能让叶松如此看重的？